大家好，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名鼎鼎的千木三语音合成，也就是 TDS 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先看它具体效果。人工智能是一种模拟人类思维与学习能力的技术，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自我优化，不断提升决策效率，广泛应用于各类智能系统与服务。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technology that simulates human thinking and learning, improving itself through data analysis to enhance efficiency and support intelligent systems across various domains. 根据 QuintTTS 官方 GitHub 文档 https://github.com/QuintLM/QuintTTS 2026年1月发布最新版，我为你直接推荐最适合最终合成音频效果的模型。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st eine Technologie, die menschliches Denken simuliert und sich durch Datenanalyse selbst verbessert, um Effizienz und intelligente Anwendungen zu fördern. OK， 大家先简单演示了一下像中文啊、英文啊，以及刚才那个中英文混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我们的德语等等。因为它这里是总共支持有10大语言啊，所以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跟大家演示了，后面再跟大家讲好吗？然后还是老规矩，我们先看到它这个官方文档，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整个项目啊，以及它有哪些模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等等的。然后呢，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之后呢，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驾驭它，更好的去使用它，好吗？先别急。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来说呢，它这边是给大家提供了有3大模型，3大功能的模型，一个是属于语音的一个设计，一个是属于定制化的语音，还有就是今天的主角，就是语音合成的一个模型。那它的参数量总共是有2大，一个是 1.7B 的这一种啊，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标还了，另外一种呢就是 0.6B 的啊，像 1.7B 的这个模型呢，它的一个合成的语音音色会更好。音量的那个就是音色质量会更好，然后像 0.6B 的话，它推理速度会稍微快一些，对。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流式的一个效果。这什么是流式呢？就是我的语音是合成的话，是我先喂给它一段文本，比如说一大段文本，那么按照传统的方式，它会首先把所有的文本都合成语音，最后再给我返回这个音频文件，然后再进行播放。那这个是需要等待的。那对于有些场景就不适用。那流式的话呢，它就是说我给你塞一大段的话呢，你并不需要全部合成之后才给我生成音频，你可以我这边边输入，你那边边合成边播放，所以这就是流式。OK， 那最右边这一侧呢叫做 Instruction Control， 这是给大家添加指令控制。那支持这种功能的就只有这2个模型，一个是语音的设计，还有一个是定制化语音。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示例它的官网的，比如说它这里会说用特别愤怒的语气说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像什么这个地方有什么体现什么撒娇萝莉语声之类的，这都是它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要求吧，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给它设定指令，对 ，OK， 那就是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然后呢，我们今天着重要讲的是语音克隆这一块对，因为这个我们平时用的是最多的然后呢，还是老规矩，因为它官方的文档呢，它写的会颗粒度比较粗，对新手小白不是很友好。那我个人已经把所有的坑都已经谈过一遍我给你写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文档。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参照我的这个文档，跟着我逐步的去操作，我保证你也能够实现在你电脑上配置好这个语音合成的这样一个模型，因为这个模型在我实测下来，它的效果其实是比较好的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呢，大家要注意这个电脑配置信息我这边是 Win10 的，然后 Python 是3.1的版本，我的硬件条件呢，是 16G， 然后呢4060台，对，这个显卡，然后呢。这边今天要演示的主要是 1.7B 的和 6B 的一个 0.6B 的模型那它的显存的消耗实际测了一下，大概是 1.7B 的话呢，你的显卡至少要有8G 的显存，然后呢，如果是 0.6B 的话呢，你至少要有6G 的一个显存OK， 那第一步的话是去下载这个项目。那我们首先呢，来到我们的一个目录比如说在这里就是我已经下载好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你来到这个地方，你点击 CMD。对，你点击 CMD 以后来到这个命令行，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我就放大一点给大家看还是老规矩，就是 Git 你在这里敲 Git， 然后呢 Clone， 然后你把官网的那个地址给它复制一下，我们放到最上面这个地方，点击，然后呢，这里选择复制一下 ，OK， 它就复
复制好了，然后我们给它粘贴到这里，然后你点回车，它就可以下载到你本地了哦。这个地址的安装的话，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也比较简单啊。如果有不懂的话，我再单独给大家讲。OK， 因为我们本期是在 Windows 上操作了，没有在那个 WS2 了啊。然后呢，安装好之后，我再给它切换到这个目录，因为呢，我之前已经安装过了嘛，所以呢，我就不会再重新给它去安装了啊。大家只要跟着我这个步骤去操作就好。OK， 然后。第二步呢，我们目前已经切换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了。第二步的话，就要去下载这个 Anaconda 或者是 Miniconda。那这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的那个描述栏下方，大家到时候直接点击就好了。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到网站里面，然后呢，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网站。OK， 这个网站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左边是 Anaconda， 右边是 Miniconda， 也就是它瘦身版，就相当于它更加轻量。你选的哪一个都可以啊，然后去下载。下载好了，它就是一个 EXE 文件，放到本地。然后呢，你就可以点击安装，然后下一步这样去执行操作的过程也比较简单，我就不展开讲了。OK， 那这一步大家都已经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串联虚拟环境啊。我们老规矩，我们虚拟环境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啊，我们给它放大啊，就是这个命令行。对，然后你在刚才这个黑框里面，你可以去敲，就是 conda create-n， 然后千问3 tgs。因为好，你敲好之后呢，然后再去激活它，那这个环境创好了，然后也激活了，这一步就搞定了，也比较简单常规啊。我这边已经创好了，我就不再重创了，我再激活一下啊。OK， 我这边已经激活好了啊，放大点给大家看，看得更清楚一点。哎，大家要耐心一点看啊，因为东西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是要照顾新手啊，就是要保证小白也能看懂，所以大家不要嫌我啰嗦。OK，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第4步。第4步的话，首先我们这里要看着我们显卡的版本啊，你要有英伟达的显卡。我这边呢，英伟达的显卡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先输入这个命令啊 ，navy 点然后 SMI， 就是这两个命令啊。输入之后呢，然后我点击回车，这边。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驱动的版本是 576.8， 然后呢 CUDA 的版本是 12.9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 12.9 是说它最高能够支持的版本，驱动版本是 12.9 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再输入另外一个命令叫 NVCC 啊，就是输入它这个编译器的版本啊，可以看到 NVCC-V， 我们再输入一个回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版本是 CUDA 12.4 啊 12.4。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两个版本要记住要确认，然后等下我们安装依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它。OK， 好，这两个命令行大家应该都懂了，比较简单，我就直接过了。然后我们再看到安装其他的依赖啊，这个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已经来到这个虚拟环境了啊，我们再安装这个依赖，就是首先呢。我们刚才已经知道我们的版本是 12.4 啊，这个编译的版本，然后我们的那个 Python 的版本是 3.12 的版本 Python， 那我们要去这个网站去找一找，哪个网站呢？这个网站我也会放在评论区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是它的那个 Flash Attention， 就是给注意力推理加速的一个这样的模块，那么这样的安装是在 Windows 上要稍微麻烦一些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来到我这个链接啊，首先呢你要搜什么东西呢？你要着重关注的是，这个地方，就是你看着，我给大家放大一点啊，这样你可以看得更清楚点。对，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 index 啊 index，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种CU124，实际上就是 12.4 的这个版本。啊，这个是因为我根据我之前刚刚检索出的版本去对应的去下，那你的电脑上是什么版本？你要下哪个版本呢？你要去这个网站去找啊。我告诉大家要怎么找呢？哎，我们可以看到，对，首先我们来到刚刚这个网站已经进去了，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 asset 这个下拉框，对，它这有个 asset 嘛，本来是关着的，你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注意观察，我们来全局搜索一下 ，Ctrl 加 F。啊，我们搜索一下，首先要找到的是它的那个 CU124，这是我版本对吧？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 CU124的，然后呢，我们接着要找像 Python 的版本，它这里是 CP33啊，不行，我们是 CP12是吧？所以我们要换一个啊，比如说我们来再看下面一个版本的啊，我们可以找到，首先还是
C6124这里都有，对吧？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的了，对吧？它就是 CP312，所以通过这两个指标就可以锁定我们具体是要下载哪一个文件，它也就50多兆。然后呢，很容易，你打开把它点开之后就可以下载到本地。它呢就是长成这样啊，它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大概就是一个50多兆的文件。好，你把它下载好之后呢，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把它扔到这个文件夹目录里面啊，就是这个项目目录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我已经放大一点，你再来看一下，我已经给它放到这来了啊，放到这来了 ，OK，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往下面继续走啊，我们把这个给它装好了，这个命令啊，给大家，我们记住往里面敲啊，你去敲一下，对，来复制一下，然后你去点回车。然后它就会给你去安装啊，这里我也装过了，我就不重复装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装好之后，我们要输入这一条命令，我们去看一下啊，就是输入第2条命令，我们去看一下它是不是呢已经安装成功了。如果这里有返回版本号，那么就代表我们的安装已经成功了。哎，这里返回的是 true 啊，因为我这个地方写的是一个布尔值 is available， 它这 true 的话你就安装成功了啊。OK， 到这一步以后呢，你再去按官网的那个，就是给它安装它的一个这个命令嘛，就是 pip install -1，就是编辑模式去安装。然后你去在这个还是这个目录啊，那个目录标错了，然后你把它复制一下，然后点击回车，那它也会跟你进行一系列的一个依赖的一个安装。这个过程大概有持续一个4-5分钟嘛，啊，看你的网速。好，到这一步啊还没结束，还有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后面也是自己遇到坑，你要按到安装这个东西。这个叫做source 的这样一个包，然后呢，你的命令需要按照我这个方式去敲啊，你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不安装的话，后面的话它语音合成会报错的。然后你输入这个命令，然后点击回车 ，OK， 它也就给你安装完了，一般都比较顺利啊。OK， 那第5步我们就结束了。接着我们看到第6步，第6步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这个 flash attention， 我们已经下载到本地了，然后我们重点确认它的版本号啊，对不对 ？OK， 然后装好了之后呢？我们只是把它下载到本地，我们还没进行安装嘛，对吧？那你要做什么呢？有简单的方法啊，你看一下。首先，我们确认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东西呢，它已经在我们的这个项目目录下面啊，在这里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对着它 pip install。那我们平时安装都是安装一些其他的包，我们自己会输，对吧？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打进来，但是呢，它会比较名字长一些，有个技巧，你直接把它拖进来。这里不好拖，不好意思，那我们就直接输入 F 吧 ，Flash， 然后我们按住键盘的 Tab 键，它会给它全部识别出来啊，就是这个时候你点击回车 ，OK， 它也就可以很快的把你安装好了啊，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安装好之后呢，等于这个我们就省去编译的过程了，就已经直接把你安装到我们本地了 ，OK， 那到这一步呢，基本上就快配好了啊，很快的。然后第7步的话呢，大家要注意。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项，就是我们在官方的那个 GitHub 网页上是可以看到呢，它的文档还写了，就是如果你的机器内存是少于 96G 的话呢，你就要执行这一条命令啊。那我们现在是在 Windows 上，还需要执行这条命令吗？答案是不需要，大家记住不需要执行。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理由啊，因为呢。它之前的话，它使用的官网使用的是在 Linux 里面的一个操作，它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是从源码到现场编译的，所以它需要这一行命令啊。而我们这个操作，实际上我们是刚刚把这个 WHL 这个文件呢，我们是直接给它下载到了本地，对吧？我们下载到本地之后呢，我们直接就是把它相当于是解压，然后就跳过了现场编译这个步骤，所以它不会占用我们的这个 CPU 和系统内存。我们很快就可以搞定了 ，OK。所以一句话，在 Windows 中操作就不需要执行这一条命令，记住了 ，OK。那到了这一步，我们基本的依赖啊这些都已经配好了啊 ，OK。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重点就下载这个模型。下载模型的话呢，它是可以用2种方式，一个是从 Hugging Face，一个是从 Mode Scope。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你根据自己网络的情况就下了 ，OK。那命令的话还是比较简单，但这里也有一些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首先，我以 Hugging Face 为例，因为我是下载到 Hugging Face 的。我先把这个放大点给大家看，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它官网上呢是告诉你要去用这个命令，
去执行，就是用这一条命令去执行。当你用这个命令执行的时候，后面会有一些包的依赖的冲突，所以呢，我建议大家首先还是安装这个 pip in UV。pip install UV， 然后再通过 UV 去执行，去下载这一个依赖。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 UV 它会自动去找到，就是你当前这个环境，你这个虚拟环境里面最适合的这个Hugging Face 的 Hub 这个版本啊 ，OK， 所以它后面就会会比较就是方便一些，不会再给你乱报其他错。OK， 这你已经安装好之后呢 ，OK， 那我们就接着去下载模型。下载模型还是用这个命令啊，大家。我已经下载好了，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命令大概是怎么回事啊，比较简单。首先呢 ，HF 是它最新的命令，就是那个它的 Hugging Face Clean 的最新命令，然后是下载下载，然后呢再是这个模型的名称，模型的名称大家这一定不要输错咯，一定是这个东西。你如果怕输错的话，你就去Hugging Face， 你可以去找啊。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种名称大小写，这都很重要的。你可以去，或者是你只是这里复制也行。你不放心，你可以去 Hugging Face 站再去搜啊，也是可以去下载的啊。这里的话，我就给大家直接演示好了，就不去再弄啊。然后后面这个 Local DRL 就是你要下载到本地的一个路径。Windows 的话呢，你要注意是反斜杠啊，这边要注意。然后我这边呢，我是统一把它下载到这个目录下，就是大模型。然后你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你去下载到指定的一个目录，替换一下就好了。OK。那下载这个模型大概呢，给大家看一下，它大概是，有个5、6 G 吧，这边反正也要个网速快的话，也要个3、4或者是10分钟以内吧，然后你那个其他的模型啊，因为它这有给的很多嘛，我们可以看到它刚刚讲的这几大模型，你都可以用这个命令去下载啊，它这里也给出类似的一个命令啊，它就根据自己需要去弄就好了 ，OK。然后下载好模型之后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虚拟环境也配好了，模型也配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启动程序。那这个过程会有一些，就是源码上它会有些报错的。然后我这边也给大家把坑都已经试过啊，你要去做一些什么调整的啊，不用害怕，其实也很简单啊。首先呢，我们来到这个页面，我们先进入这个，它有一个千问这个文件夹，我们进入它，对，然后进入这个文件夹之后呢，我们再进入这个叫做我们再进入这个千问上面有一个就是那个 CLI， 也就是它的那个命令行模式。我们进去之后已经到这了啊，我们可以对应的看一下啊，这个代码就是在这里，它有个 CLI 嘛，然后它有一个 demo， 对，我们要执行这个 demo 命令，把这个启动起来。它的 demo 本质上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这样的一个页面，它是一个Web UI 嘛，就是用 Gradle 开发的，那它可以让你方便的在页面上进行一个操作。好，你第一次怎么启动呢？你可以直接输入 Python 加 demo， 但这样的话大量会报错的啊，大量会报错，它会报什么错呢？它会报一个错，就是告诉你的这个就是它这个地方呢，它没办法导入这个包啊，它找不到这个路径啊，大家会遇到，是哪个位置？我给大家找一找啊。我们可以看到是在30行，我们打开这一个 demo 这个脚本，我们打开之后呢，然后我们来到第30行，我们放大点给大家看。对，你之前默认的代码这个地方是什么？它已有的这个代码，这个地方它写的是是这个东西，放大点给大家看啊，就是它是 from 点点，然后去导入这两个东西啊 ，from 点点去导入这两个东西。这样的话会报错，然后呢，你要把这两个点点要改成我写的这个东西啊，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正确的把包围导入，这是第一点，大家记住啊，比较简单啊，这也没啥，其实就是改了一点。OK， 那这个就过了，然后我们再看到下面呢，你去执行它还是会给你报错，还是说这个导入会有错误啊？那大家又有一些疑惑了，对吧？我刚刚不是已经改了它那个路径，它为什么还会导入报错呢？大家这个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坑。然后呢，就是首先大家要记住，你要把这个东西，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东西给它卸载。就虽然我们刚才用 UV 给它下载了，但是这个东西它还是会有一些内部的这种可能是 bug 还是什么啊？你就按照我执行这一条命令，在这个地方执行它，然后呢，就先把它卸载了啊。你卸载之后啊，在 CMD 里面执行啊，还是一样的，在这里面去执行。比如说这个 pip，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执行。然后你点击回车，就把它给卸载了啊。卸载之后呢，
然后你接着再执行什么命令呢？你再去用 UV 去安装这样一个它，但这个时候呢，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呢，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的 UV 呢要限制版本，就不能就是这个 Hugging Face 的版本的是要小于 1.0 的，不然的话会报错啊，你不能装最新的，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刚才你输入这个命令，点击回车，好，你就安装了这个对应版本的这个 Hugging Face。OK， 那到这一步为止的话呢，你的 Hugging Face 基本上就安装成功了嘛。然后你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再去看一下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是多少，你就输入这一行命令，这是 pip show 啊，可以看到 pip show， 然后 Hugging Face Hub， 我们点击回车，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版本是 0.3.62 啊，它已经小于 1.0 了，那就 OK 了。那这个我们也条件也满足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启动我们的 Web UI 了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到这里来，我们先清下屏。我们怎么操作呢？它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方便看得清楚。我们复制这一行命令啊，就是这一行命令。复制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这个 Python 去启动这个脚本 demo 啊，它是在这个 CLI 路径下的。然后呢，后面这个是我们模型的一个路径啊，你的模型是存在哪个文件夹，你本地的。然后再后面这个 dtype 是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类型，这个 bflow 的就是浮点型的一个16位的一个精度的一个数值。那为什么要用它呢？这个是官方文档也有提到的啊，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什么了？是因为如果你要，我找一下，在那个 Flash Attention 这里，对，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来，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我们如果要使用 Flash Attention Tool 的话呢，就是去加速这个注意力计算呢，那么它这个模型它只支持16位的，或者是浮点16，那个老浮点16位的这种格式的数据，它才能够使用这个 Flash Attention。如果你是32位或者是其他精度的这种数值，它是不支持的啊，大家记住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我们这里要填入 B，就 float 116。那你执行这条命令执行完以后呢，你觉得应该会成功了，对吧？其实并没那么容易，它还是会报错。那我实测截图给大家看一下，它报了什么错呢？它就说我尝试使用的这个 Flash Attention Tool 啊，它没有明确这个 torch 的 dtype。这个不是很奇怪吗？我们刚才明明在命令行中已写啊，我们这个 dtype 就是 bfloat 16啊，我已经指定了，它为什么还说我没指定呢？那这是它项目底层的一个报错啊。这个报错呢，其实后面我研究了一下，跟大家先讲结论，它不影响我们执行的啊，就是它实际上还是跑了那个 Flash Attention Tool 的，只是说它给了这个报错。那这报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什么？我就给你看到这一段话你就懂了，它呢。是千问的官方，它这个外壳告诉我们不要用这个 torch dtype， 这个参数过时了啊，我们所以就用的是 dtype， 对不对？而当我刚才用的 dtype 是吧，我指定了16位，对吧？然后在底层的 Hugging Face 的这个引擎又跳出来说，就是说你没有传这 torch dtype， 所以它又不干了，它不执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是一种左右互搏啊，但是我们其实不用管它啊。你看到这个报错，你可以忽略它，为什么？因为我为大家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啊，就是找一找，对，你看它默认这个 dtype 这个参数默认的时候，它就是填的是16位的啊，它没有去填32，所以你默认的话，它就已经会使用这个Flash Attention， 以它为主。OK， 那到这一步呢，我们就已经基本都弄好了啊。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实测一下效果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给它启动起来，我就在 VS Code 里面给大家启动嘛，方便一些。OK。对，可能已经起了，我杀一个，然后再重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命给它放大一点啊，就我刚才输入的这条命还是这个嘛？对，没问题。然后我点击回车，然后我们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它这边呢，它还是会出现这个东西，我们不用管。然后它会在本地起一个8000的一个端口的一个页面，就是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页面啊。不信我们重新的打开一个吧。你对着它呢，你可以给它去。按 Ctrl 加鼠标左键打开一个，然后我们点击 Open， 对，它就打开了，对吧？然后呢，这个页面我放大点给大家看，大家要注意，先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页面构成。左侧这个是参考音频，就是呢，你要合成语音的时候，它要有模仿的一个对象，懂我意思吗？对，然后你给它点进去啊，你这边就可以选择你自己已有的这个音频。那这边呢，我实际上呢是已经选好了哦，我就以这个地方给大家举例啊，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音频呢，它就是来自于千问官网的这样的一个参考音频，它是个英文的音频，然后底下呢，它呢是它对应的一个文本啊，这是这个音频的文本，我们先简单听一下。Okay, yeah, I resent you, I love you, I respect you. But you know what? You blew it, and thanks to you. 可以看到啊，它就是跟它是对应的，对吧？然后呢，这一个宽呢，就是我们要去合成，就是你想要合成的这个文本，对。然后底下这个比较好理解啊，这是对应的语种啊，因为千问这个3TDS 它支持的语种还蛮多的，它有10种语种。然后我刚刚一开始在视频最开始我为大家演示的，它语种合成的效果其实很好的，对，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这种大模型的一个处理，它所有 token 都是通过大模型的方式去生成的，所以它会比较细腻一些，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目前已经启动了，启动就弄出一个这东西了，然后我们可以刚刚随便点了一个，我们可以去给它生成嘛，对不对？然后生成之后呢，就是我们类似刚才的一个效果啊。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继续放一下其他的效果。中国我们听过了嘛？哎，我们刚刚听到德语，我们来听下意大利语好吗？ L'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è una tecnologia che simula il pensiero umano. Si evolve tramite l'analisi dei dati e migliora l'efficienza in vari settori. OK， 感觉还是很清晰的。然后呢，这一个是葡萄牙语。L'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è una tecnologia che simula il pensamento umano, aprende con dados y migliora continuamente l'efficienza in differenti aree. 然后这个是西班牙语。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es una tecnología que imita el pensamiento humano, mejora mediante el análisis de datos y se aplica ampliamente en diversos sectores. 然后这个是意语，但所有的语言其实我都是同一个意思啊，都是用中文的这种文本，然后给它去同步的转化成其他的语言，去翻译成，然后呢去播放啊。我们可以再听一下，这个是意语。人工知能は人間の思考や学習を模倣する技術であり、データ分析を通じて自己改善し、様々な分野で効率向上に貢献します。然后这个是韩语。 인공지능은 인간의 사고와 학습을 모방하는 기술로 데이터 분석을 통해 스스로 발전하며 다양한 분야에서 효율성을 높입니다. 然后这个是法语。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st une technologie qui imite la pensée humaine, s'améliore grâce aux données et optimise les systèmes intelligents dans divers domaines. 然后这个是俄语。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 это технология, имитирующая мышл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развивающаяся на основе данных и повышающ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ферах. OK， 那这就是第一个 tab 页的一个功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讲的第二个 tab 页，它这个 tab 页呢，它主要是给大家用来去保存、加载一些常用的一个这种音色。大家怎么使用呢？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随便加载一段音频，比如我这里就加载它那个官网的就给了一个示例啊，对。Yeah, I resent you. 然后它的一个文字的话呢，我们找一下是对应的文本在这里。 让我们复制一下，对，这是它对应的文本，这是它对应的音频。然后呢，你只需要点一下这个 Save Voice File， 点这个按钮之后呢，它就会把你保存成一个以 PT 结尾的这种格式的一个文件了。然后你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放到桌面啊，就下载这个东西，然后点击，它就被存好了。这个东西也就31.1K， 比较小，对。然后如果你下次想要用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 点击上传啊，然后你比如说我们来到桌面，我们就点击我们刚才算成好的，然后我们给它合成一段音频。我们这里随便输入一段话吧，啊，就我们比如说就复制它底下这一段这个免责声明，啊，我们放在这来，然后我们点击语种的话，这里是中文啊，我们选择中文，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我稍等一下，这个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但是音频的质量比较高啊，所以后面的话也可以考虑去进行一个优化。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去想办法去给它优化一版，然后提高它的一个速度。对，已经合成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听一下。音频由人工智能模型自动生成合成，仅用于体验与展示模型效果，可能存在不准确或不当之处，其内容不代表开发者运营方立场，亦不构成任何专业建议。 对 ，OK， 那这就是第二个 tab 的用法啊，它音频效果也是还挺好的。我觉得这里呢合成的这个语种啊，就是有些语种可能我们也听不懂啊，但是我觉得屏幕前的小伙伴可能你是有
了解不同的外语的，你会知道，我从音色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很接近为人来讲话了。对，因为我之前也用过其他很多的语音合成的一些模型，那个效果就没有这个好啊，就感觉这是从质量上来说。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这个项目它有哪些优劣点啊？就是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它支持呢。这个语种非常丰富，我给大家刚才演示了，有10来种，对吧？那这个我们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合成这种有声的小说，对吧？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字幕的那个音频的合成啊，等等的都可以的，对，因为它也支持牛市的，对吧？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呢，它音色是很接近真人说话的，因为同等的数据效果我是实测过的，是比 GPT 思维态实质要更好，但是呢，它也是有弱点、有缺点的。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个合成的过程呢。因为它是比较长的，就是你合成一段这样的一个10秒钟的音频，它大概要40-50秒啊，这可能跟我的算力也有关，但是我把我的显卡牌看了一下，我给它开起来，它实际上也没有占用的很多，它一半的显存大概适合这么多，因为就是如果给它多开几个实例，或者是增大它的一个并发量这种的，也可以去试过，但是呢，它这个依然没办法去把你显卡充分利用起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属于 I/O bound， 也就是它的瓶颈是在于网络吧，因为你要用多问异步去新旧。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千问3这个模型啊，它是属于自回归的，就是它每生成下一个 token 会用到上一个 token 作为输入的。那我们像 GPT 思维态这种的，它是属于非自回归的，那么它就是一下子可以批量的给它甩一堆数据，然后给它作为 GPU。它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硬件去给它并行去加速啊，对，是这个意思。对，然后这也是第3点，给大家讲过了啊。然后第4点的话呢，它这个模板类型比较丰富啊，就是除了语音合成，我们看到它有语音克隆啊、语音设计啊等等功能模型。但因为今天时间问题呢，我就不为大家一一演示了。然后呢 ，OK， 然后这个文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我可以跟我说，我会在评论区或者是直接发给大家，发到你邮箱。那本期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了。然后大家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请支持一下我的一个创作啊，帮我关注、点赞、转发、收藏，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